夜幕低垂，万籁俱寂。窗外的街灯拉长了树影，隐约有风声从远处掠过。此时不妨调暗灯光，让思绪顺着夜风越过千年的时光，落在一座香火缭绕的庙宇门前。那庙宇不大，却永远烟雾袅袅。大殿正中供奉着一尊威严神像，面如黑炭，额生月牙，怒目圆睁，仿佛时刻准备举起手中铡刀，斩尽人间一切不平。这便是深深印在中国人文化记忆里的一个名字——包青天。但在今晚，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亲手撕开这层被戏曲油彩包裹了数百年的外衣。翻开正史，真实的包拯并非黑脸，并无月牙，也无通天法术。他不会日审阳，夜审阴，也不能白日飞升，神游地府。他只是大宋政坛上一位普通文官，个头不高，肤色白净，气质内敛。若你读过《宋史》《包拯传》，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形象，白面书生，儒雅持重，甚至有些沉默寡言。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出身。我们总习惯认为，敢于和权贵硬碰硬的人，必定在底层受过苦难。可包拯偏偏不是。他出生在安徽泸州一个官宦之家，父亲包令仪官至刑部侍郎。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不折不扣的官二代，也是富二代。自小锦衣玉食，接受大宋顶级精英教育。他不必像范仲淹那样在破庙里喝冷粥，也不必像寒门子弟那般为一口饭挣扎。于是，一个迷人的悖论浮现了：一个被财富与特权包裹长大的人，为何没有长成维护特权的冷血官僚，反而逆流而上，成了底层百姓最坚实的保护伞？往下说之前，需要强调，包拯的清廉与刚直并不源于仇富，他骨子里运行的是一套近乎无情的绝对规则。在他的认知里，黑即黑，白即白，没有灰色地带。他做官像一台安装了绝对程序的机器，他所做的一切是系统性的清理大宋律法中的政治病毒。这样的冷酷，再讲人情，重关系的封建官场里，比刀剑更令人绝望。而这份极致理性并非天成，它需要漫长沉淀，需要无数次自律的敲打，让我们把目光从神坛收回，投向公元1027年春天。那一年，29岁的包拯在汴京金榜题名，高中进士。对一个即将而立之年的读书人来说，这是春风得意的时刻。任命文书已经下达，大宋的权力之门已向他敞开。同榜的学子们忙着收拾行囊，奔赴四方，去享受做官的荣耀与体面。但包拯却盯着那份文书，做了个让所有同僚目瞪口呆的决定。他拒绝赴任，转身踏上返回泸州老家的孤寂土路。宋史记载，朝廷最初任命他的是大理平氏知建昌县。建昌县在今天的江西，从泸州到建昌，路途遥远，山水阻隔，北宋交通不便，去一趟往往要在水陆之间颠簸数月。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次辛苦的远行。但包拯的父母年迈多病，经不起舟车劳顿，若把二老留在老家独自赴任，朝廷并无不许。多数官员都是只身赴任，逢年过节寄钱回家。可包拯不这样想，在他的规则系统里，父母在不远游不是漂亮口号，而是必须执行的铁律。他毫不犹豫地上书，请求辞官。吏部官员惋惜他的孝心，重新安排了任命，改监和州税。和州就是今天安徽和县，离泸州极近，既能陪伴父母，又有丰厚俸禄，还能保留升迁资历。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朝廷最大的恩典，他理当感恩接受。然而包拯看到父母日渐佝偻的身影，想的是只要还穿着官服，就无法全心全意尽孝。
他再次拒绝，交还官印告身，彻底放弃做官资格。做官要对得起俸禄，做儿子要对得起生养。既然无法兼顾，宁可斩断前程，也不做留有道德瑕疵的伪君子。于是大宋政坛就此没了包拯的名字。他脱下进士儒服，换上粗布衣裳，回到泸州老宅，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对政治家而言，足以被历史彻底遗忘。北宋文官体制极度讲究论资排辈，同榜进士们早已爬到了刺史，知州积攒了人脉，做出了政绩。而包拯头上没有乌纱帽，只是一介白丁。他眼睁睁看着时间从指缝流走，看着黄金年华在琐碎侍奉中消耗殆尽。史书上没有他发牢骚的记录，因为这不是无奈妥协，而是主动选择，是对自身道德底线的一次极限丈量。这10年像一把无形的铁锤，把他锻造得无比坚硬。他习惯了放弃，习惯了拒绝，习惯了对功名利禄保持冷漠。一个连官印都能轻易丢弃10年的人，还有什么能收买他？后来父母相继离世，包拯按古礼在墓旁搭草棚守丧。大宋法定丁忧期为27个月，期满时，官员们通常急着脱下丧服，上书请求复职。可宋史留下记载，丧除犹不忍去，守丧期满，他仍不出茅棚，仍穿麻衣，不忍离开父母坟丘。这不是做戏。泸州乡下没有御史记录他的德行，他只是无法跨过内心那道感情的门槛。他近乎自虐地穷尽一个儿子的哀思，最终连乡里长辈都看不下去了。他们结伴来到墓前草棚，苦口婆心地劝：你已经尽到了世间最完备的孝道，就算古之圣贤也不过如此。天下并不太平，朝廷正在用人之际，你饱读诗书，难道真的要在这孤坟旁老死一生吗？父母在天之灵也不愿看你埋没才华。乡亲们朴实话语触动了包拯封存已久的弦。孝道这道题，他用了10年纯粹交出了满卷。现在大宋的律法和苍生正等着他去进行另一场更残酷的规则维护。景佑4年，39岁的包拯走出茅草棚，脱下麻衣，翻出箱底发黄的进士长衫。39岁，在官场已是极晚的起步，没有靠山，没有人脉，甚至没有基层经验。他唯一拥有的是那颗被打磨得毫无杂质的心。他重新上书，吏部翻查旧档，给了他一个基层职位，知天长县。天长县属淮南路，不大不小，却盘踞着复杂宗族势力。当包拯骑着瘦马，带着简单行囊，踏上天长县古道时，他正式接入了大宋这台庞大而陈旧的政治机器。他不知道前方有多少贪官污吏，他只知道，从接过县印那一刻起，他将化为大宋律法最无情的执行者。包拯在天长县面对的头一案，并非惊天奇冤，而是农业社会里一件琐碎却致命的纠纷。一个初秋清晨，县衙门外传来急促的击鼓声，一个满腿泥巴、神色凄黄的农夫跪上大堂，哭诉一件天塌下来的灾难。他家耕牛，夜里被人溜进牛棚，残忍割去了舌头。在北宋，牛是最核心的农业命脉，朝廷严禁私宰耕牛，轻则杖责，重则徒1年。如今牛没了舌头，不能咀嚼，只能活活饿死。农夫陷入死局，眼睁睁看着牛饿死，损失惨重。若私自屠宰，又触犯律法，要坐牢。按常规程序，知县该派衙役勘察脚印，挨家排查。但那个年代没有监控，没有指纹比对，要在茫茫人海里抓一个趁夜色作案的窃贼，几乎不可能。若按常规办案，这案子注定悬而未决。可包拯听完哭诉，
没有焦躁，没有下令搜查。他安静坐着，目光盯着堂外阳光，脑中飞速推演。他的逻辑很清晰：窃贼夜里潜入牛棚，为什么不牵走整头牛，只割一条不值钱的牛舌？这种损人不利己、带有强烈泄愤色彩的行为，动机只有一个：作案者不是普通盗贼，而是与农夫有极深私怨的仇家。仇家割舌，为的是把农夫逼入牛必死、杀牛又犯法的死局。既然目的是看对方倒霉，仇人作案后不会远走，他会像蛇一样潜伏在暗处，盯着农夫的一举一动。只要农夫敢动刀杀牛，他就立刻窜出来，用大宋律法给予致命一击。想通这一层，包拯嘴角微微一动，他对堂下农夫说：“现在回去，不要声张，悄悄把牛杀了，把肉拿到集市去卖。”堂上衙役和农夫都愣住了。农夫惊恐抬头，结结巴巴：“大人，厮杀耕牛是重罪，您这不是要草民的命吗？”包拯不解释，只加重语气重复：“本官让你回去杀牛，你只管照做，一切后果由本官承担。”农夫满心恐惧，却不敢违抗，回家咬牙宰牛，把肉挂到村口集市。这看似违背律法的举动，实际上是包拯用官帽做担保，给暗处仇家布置的心理陷阱。他在用禁宰耕牛这条律法做诱饵，钓那条自以为聪明的毒蛇。果然，第二天清晨，一个村民满脸得意地跑来击鼓告状，说那农夫无视朝廷法度，私宰耕牛。告状者心里充满大仇得报的快感，他以为自己天衣无缝的连环计得逞了，割了仇家牛舌，还要借官府之手把仇家送进大牢。他跪在堂上，洋洋得意地说完，等着看县太爷大发雷霆。但大堂突然安静，包拯没有拍案而起，他缓缓起身，走到公案边缘，居高临下地俯视这个人，目光犀利，像能穿透人心。然后惊堂木猛地一拍，一声怒喝炸响大堂：“你这无赖，为何先割了人家的牛舌，现在又来状告他厮杀耕牛？”这一声晴天霹雳，把告状者砸懵了。宋史用4个字记载罪犯的反应：道极隐伏。他惊恐到极点，又彻底服气。他始终想不明白，新来的知县为何一眼看穿底牌，没有严刑拷打，没有滴血认亲，没有求神问卜。包拯只凭借对大宋律法的透彻理解，对人性幽暗的精准洞察，一招请君入瓮，把这桩注定要成为悬案的纠纷断得明明白白。割牛舌案是包拯出事后留给史书的第一个清晰足迹。他宣告了一个事实：这个为父母守墓10年的白面书生，不是读死书的腐儒，他具备冷峻的逻辑、犀利的眼光，敢打破常规的铁腕。天长县百姓第一次见识到断案如神的县太爷包拯的名字，开始在淮南大地上悄然传开。但天长县只是大宋版图上微不足道的角落。很快，政绩通过官僚系统的考核报告传到了权力中枢，朝廷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中年官员身上罕见的实干与清正。3年后，新调令从汴京发出，包拯升任殿中丞，调至端州。端州是今天的广东肇庆，这不是一次普通平调。端州是名贵文房四宝端砚的产地，对士大夫而言，一块上等端砚不仅是书房雅品，更是官场打点关系的硬通货。端州知州，在很多官员眼里，是一块不用承担风险却能疯狂敛财的超级肥差。包拯的官船逆着西江水流停靠端州码头时，一股湿热且带泥土芬芳的岭南气息扑面而来。北宋文治鼎盛，书法是官员基本素养，一块实质细腻、发墨如油的上等端砚，在汴京能卖出天价。
比起金银财宝，宋端砚较风雅，可以堂而皇之摆在书房赏玩。因此，端州知州的位置变得微妙。按规矩，端州每年需向皇宫进贡定额端砚，叫岁贡，数额有严格限制，并不庞大。但历任知州在岁贡规矩里撕开了一道潜规则的口子，官场暗语，称之为议余。朝廷规定进贡10块，知州就让工匠造100块、几百块，多出来的端砚，工匠拿不到1钱报酬，只能夜以继日，在险恶矿洞里流血汗。而知州把进贡那几块挑出来送京城，剩下几十块进归私囊。这些本该属于工匠血汗的砚石，被源源不断运往汴京，送给掌握升迁大权的宰相和枢密使。在包拯到来之前，这已是端州官场心照不宣的利益闭环。工匠苦不堪言，却敢怒不敢言。京城权贵收到风雅之礼，地方官获得晋升资本，大家皆大欢喜。连一些标榜清廉的官员，到任后也默认这种议余的合理。毕竟，大家都在这么干，破坏规矩，不仅断自己前程，更是在砸整个官场的饭碗。包拯跨进端州衙门，立刻感受到潜规则带来的压力。当地官员、小吏、采石工头都试探性地看着他，他们在等包拯开口，下达今年端砚议余指标。按他们的判断，一个起步极晚、急需政治资源的中年官员，绝不可能拒绝这种诱惑。但包拯接下来的举动，像万钧巨石砸碎了端州平静的湖面。他没有赴接风酒宴，没有见代理的富商。上任第一件事是调出历年岁贡账册，一笔一笔清查。随后，他下达了震动端州的铁血公文。宋史记载6个字：制造财足贡数，尖锐如刀，直接斩断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朝廷规定进贡多少，就允许工匠开采多少，绝不允许多造1块端砚。若有人敢以任何名目索要议余，一律按贪赃枉法论处，严惩不贷。公文一出，端州官吏全傻了眼。他们原本以为包拯顶多减些数额，博个名声，没想到他做得如此绝情，不留半点余地。有人劝他，这样太得罪人了。京城权贵收不到端砚，必定怀恨在心，将来仕途寸步难行。包拯置若罔闻，他的绝对规则再次启动。在他的认知里，议余就是变相贪污，是对底层工匠的残酷剥削。哪怕披着风雅外衣，哪怕众人默认合理，只要违背律法，违背为官底线，那就是错，是错的。他绝不碰，绝不同流合污。包拯执政端州3年，真正做到令行禁止，晏公终于摆脱无偿劳作的枷锁，按时完成定额，便可回家安居。指望靠端砚打点关系的官员，在这道铁命令前碰得头破血流。3年任期届满，包拯奉调回京。按历来规矩，即便最清廉的知州离任时也会带走1、2块端砚，作为私人自用之物。但包拯走的那一天，宋史留下一句令后世震撼的话：岁满不持一砚归。他的官船驶离端州码头，行囊里依旧只有来时那几件旧衣和几卷书。他没有带走端州一草一木，甚至没带走1块自己磨墨用的砚台。这种近乎偏执的干净，这种对一丝潜规则的零容忍，已经超越普通意义上的清廉，达到一种令人窒息的道德洁癖。他在用最极端的方式向天下宣示，他与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之间有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端州的事迹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汴京权贵虽没收到端砚，却收到一份比端砚更震撼的政治档案。朝廷捕捉到这个官员身上罕见甚至不近人情的刚正之气。当时宋仁宗正渴望引入一股打破利益僵局的新鲜血液。
包拯那种绝缘于人情世故的特质，正是皇帝最需要的监察利器。庆历3年，一纸调令将包拯从岭南召回汴京。45岁的包拯终于走进大宋帝国权力心脏，获任监察御史，成为手握弹劾大权的言官。如果说端州的潜规则是一张地方蛛网，那么汴京官场就是由豪门、皇亲、权臣交织而成的一张深渊巨口。北宋承平日久，汴河两岸商船如织，酒楼茶肆彻夜灯火通明。这里是天下财富汇聚地，也是数万文官编织权力与人情的核心枢纽。大宋官场讲究和光同尘，讲究温情脉脉的互相包庇，同榜进士，互为同年，天然政治同盟。高官通过联姻、举荐拜访，结成密不透风的利益网络。初入京城的官员，第一件事就是投递拜帖，结交显贵。但包拯来汴京后，做了一件让同僚难以理解的事。宋史留下12个字：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府邸大门常年紧闭，谢绝一切私人宴请，从不写私人书信，拒绝接收任何托请文书。早年对他有恩的故交，血缘相连的亲族，只要想通过他谋求官职、打听朝政，全被他冷酷挡在门外，甚至断绝往来。在那个没有朋友就寸步难行的官场，包拯将自己活成一座与世隔绝的政治孤岛。他不要人脉，不要退路，他只保留一把武器，案头那支狼毫笔和一卷卷弹劾百官的空白奏折。御史拥有纠察百官的特权，但很多御史为不得罪人，只弹劾无背景的底层小官。包拯偏要打破这种默契，他翻开律法，以不掺杂私人感情的标准，开始无差别扫描整个朝堂。很快，他盯上一个让满朝文武谈虎色变却无人敢惹的权臣——王奎。王奎时任转运使，掌管大片地区的财政和后勤大权。北宋中后期，军费冗费极重，朝廷对地方财政需求极高。王奎是替朝廷搜刮财富的酷吏，他强征赋税，发明种种残酷刑罚。史料记载，他动辄严刑拷打，甚至到了剥人皮的地步。无数百姓被逼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但他在汴京活得风生水起，因为他每年都能超额完成朝廷财政指标，把大量金银绢帛源源不断运进京城。宰相陈执中等人对他视而不见，反而赞赏有加。一向以仁慈著称的宋仁宗，也因他能填补国库亏空而一再包庇，屡屡升迁。王奎像寄生在大宋身上的毒瘤，所有人都知道他有毒，因为他能分泌朝廷需要的利益，大家不约而同保持沉默。面对有最高权力背书的庞然大物，普通言官早已退避三舍，但包拯坐在书房孤灯下，研浓墨汁，向毒瘤挥出第一刀。他上奏宋仁宗，言辞激烈地揭露王奎在地方上的暴行。他没有温吞委婉的官样文章，而是直接将王奎比作吃人猛兽，要求立即免职问罪。仁宗看到奏折后眉头紧锁，皇帝心里清楚王奎是酷吏，但国库空虚，他不想动这个能敛财的干臣，于是采取历代帝王常用的和稀泥手段，下旨将王奎从湖南调往江西。看似平调，实为避风头。在绝大多数官员看来，皇帝给了台阶，言官就该见好就收。毕竟事情闹大，不仅得罪宰相，更是在打皇帝的脸。但包拯不吃这一套，在他的逻辑里，把一个坑害百姓的酷吏换个地方继续做官，等于朝廷纵容犯罪。包拯连夜写下第2道奏折，言辞更犀利。第2道如石沉大海，接着第3道、第4道，他像不知疲倦的铁血斗士，死死咬住王奎不放，连续上书7次，
在最激烈的一份奏书里，他把矛头直指皇帝和宰相。他写道：今乃不恤人言，故用酷吏于一地，王魁则幸矣，如一路苍生河。意思是陛下不顾天下非议，固执任用酷吏，对王魁一人来说自然是幸事，但您让那一路百姓怎么活下去？他甚至痛骂包庇王魁的达官显贵，说他们是尸位素餐之辈。奏书在朝堂宣读时，大殿死一般寂静。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臣们被骂得面红耳赤，冷汗直流。他们惊恐地看着这个面色严肃的中年御史，像在看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怪物。仁宗坐在龙椅上，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包拯占据道德制高点，捏着律法准绳，若继续包庇王魁，就是当着天下人亲手撕毁大宋爱民如子的政治招牌。在包拯宁为玉碎，绝不妥协的连续炮轰下，那张由皇权和相权共同编织的保护伞终于被硬生生撕裂。仁宗下旨罢免王魁，将他驱逐出官场。消息传出，湖南江西百姓欢呼雀跃，有人街头焚香拜天。包拯的名字随着七弹王魁响彻汴京大街小巷。不久后，包拯又把弹劾折子砸向当朝宰相宋铎。宋铎是文坛领袖，才华横溢，为官清廉。他没有横征暴敛，但在包拯的规则系统里，在其位不谋其政，同样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宋谷担任宰相期间，为保全清白名声，遇到矛盾就躲，难题就推，整整7年，没提出过任何富国强兵的政策，没解决过任何实际危机。他像庙堂上供奉的泥菩萨，享受百官朝拜，不肯为苍生降一滴雨。包拯毫不留情上奏，扒下他那层虚伪的名士外衣。奏书痛斥他身居相位毫无建树，遇事手鼠两端，浪费朝廷俸禄，严重妨碍国家机器运转。弹劾犹如尖刀，精准刺穿宋吕软肋。巨大舆论压力下，这位一辈子经营民生的文臣领袖最终黯然罢相，交出最高相权。包拯用行动证明，他的红线既防恶人，也防庸人。无论你是残暴酷吏，还是明哲保身的清高宰相，只要触犯规则，不履其职，他绝不手下留情。汴京官僚系统因包拯的存在，从慵懒舒适的温水进入人人自危的紧绷状态。贪官污吏一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惊出一身冷汗。包拯用一支笔在帝国权力心脏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扫清了天下不公，因为在庞大封建帝国里，真正凌驾于律法之上，随意践踏规则的，永远是围绕皇权、与皇帝有血缘和利益牵绊的特权集团。皇佑2年，朝堂上弥漫着不安的暗流，风暴源头不是边疆战火，不是黄河决堤，而是仁宗后宫一段私情。仁宗正极度宠爱张贵妃，张贵妃不仅独得恩宠，更有极强权力欲望。她迫切想为家族攫取最高政治地位，于是将目光锁定在伯父张尧佐身上。他日夜在仁宗耳边吹风，央求皇帝给伯父加官进爵。张尧佐是怎样一个人？宋史记载，他才能平庸，毫无建树，没有在前线抵御过西夏，没在地方做出造福百姓的政绩。他唯一的政治资本是有一个受尽皇帝宠爱的侄女，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庸之辈，在仁宗偏袒下，官职一路飙升，从地方小官火速提为三司使，掌控大宋财政大权。这种视朝廷法度如儿戏的裙带关系，立刻触动了包拯最敏感的规则底线。他联合其他御史，递交言辞激烈的奏书，直言张尧佐毫无功劳，却骤然窃取高位，是在公然践踏大宋100年拔库的制度。如此放任，天下苦读诗书，
血战沙场的忠臣良将必会彻底寒心。面对连番弹劾，仁宗十分头疼。他既不想得罪清流言官，又无法拒绝爱妃夜夜啼哭，于是使出一招以退为进，免去张尧佐三司使的实权职务。但紧接着，他做出一个令满朝文武瞠目结舌的决定，一口气将宣徽南院使、怀康军节度使、景陵公使、群牧制置使4个尊贵头衔，同时砸在张尧佐一人头上。北宋开国以来，绝无仅有，节度使和宣徽使是武将和文臣梦寐以求的顶级殊荣，如今却被皇帝像赏玩具一样打包送给一个毫无功绩的外戚。仁宗天真的以为只给虚衔不给实权，言官们会给皇帝一点面子，但他低估了包拯捍卫规则的决心。在包拯看来，名爵是国家政权最核心的信誉凭证，把最尊贵名爵赏给平庸外戚，就是摧毁大宋立国的道德根基。于是，那场载入史册的朝堂风暴，在一个寻常早朝轰然爆发。清晨，仁宗准备起驾上殿，张贵妃特意送到殿阁门前，娇媚而期盼地抚着皇帝衣袖，叮嘱：“官家，今日早朝，千万别忘了宣徽使的任命。”仁宗拍拍他的手，胸有成竹地说：“你放心，这事朕一定办妥。”仁宗端坐大庆殿龙椅，让宦官当众宣布对张尧佐的4项任命。群臣尚未反应，队列中突然闪出手持砍棒、面色铁青的身影。包拯大步跨出班列，没有任何委婉铺垫，直接对仁宗开炮，声音洪钟大吕，在大殿穹顶下回荡。他引经据典，从历代外戚干政导致亡国的惨剧，讲到眼前任命的荒谬。他毫无保留地指责皇帝被后宫迷惑，是非不分，把朝廷名爵当成讨好女人的私人物品。仁宗原本以为皇帝金口玉言，言官最多上几道折子，他万没想到，眼前这位御史中丞竟敢在百官面前如此不留情面地痛斥自己。皇帝脸色沉下来，试图用天子威严压制。他开口为张尧佐辩护，但包拯不给皇帝任何喘息机会。大宋朝堂出现震撼一幕，雾里逼近，包拯一边慷慨陈词，一边不知不觉迈步，顺着御阶向龙椅步步紧逼。封建礼法中，臣子与君王有严格距离限制，这种逼近本身就是极具压迫感的僭越。但包拯脑中只剩下对大宋法度的绝对捍卫，他完全忘却生死尊卑。他说得越来越激动，声音愈发高亢，愤慨到面部肌肉剧烈颤抖。当他终于走到距仁宗极近的地方时，那流传千古的惊世画面定格。包拯口沫横飞，滚烫的唾沫星子竟然直直喷溅到了仁宗脸上。整个大殿陷入死寂，所有大臣屏住呼吸，冷汗浸透后背，有人闭上眼，不敢看接下来雷霆震怒的血腥场面。唾面皇帝在大一统封建王朝是十恶不赦的大不敬之罪，换作汉武帝或明太祖，包拯哪怕有10个脑袋，也早被拖出去乱棍打死。仁宗坐在龙椅上，感受着脸上那点湿润，他的身体瞬间僵硬。这位大宋天子心中涌起身为帝王的震怒与屈辱，龙袍袖口微微颤抖，似乎下一秒就会抬手下达足以让包拯粉身碎骨的斩杀令。但历史在这一刻展现出北宋政治文明中最令人动容的克制与光辉。仁宗没有召唤禁军，没有降下雷霆之怒，他缓缓抬起宽大袍袖，在满朝震惊的目光中轻轻擦去脸上的唾沫。这位以人为庙号的帝王，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忍耐力，硬生生吞下这口奇耻大辱。因为他清楚，包拯喷在自己脸上的不是私怨的轻蔑，而是大宋100年法度的刚烈回响。大宋立国以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不杀言官的祖宗家法，在仁宗骨血里形成一道强大的道德封印。仁宗一言不发，猛地站起，拂袖退朝，留下满朝面面相觑的文武百官和依然像铁塔一般伫立大殿中央毫无惧色的包拯。仁宗满心憋闷地回到后宫，张贵妃早已迎上，满脸期待等候伯父加官进爵的好消息。可他看到的是皇帝铁青的脸。贵妃还想探问，仁宗终于爆发了。塔水祭文生动记录了皇帝流传千古的怒吼。包拯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意思是包拯在朝堂上逼到我面前说话，唾沫都喷到我脸上了。你一天到晚只知道要宣徽使，要宣徽使，你难道不知道现在的御史中丞是包拯吗？这句充满抱怨与无奈怒吼，彻底宣告了这场最高级别政治博弈的结局。在皇权与大宋法度的极致拉扯中，包拯用近乎疯狂的刚直赢得最终胜利。张贵妃吓得跪地请罪，再不敢提伯父升官一事。身处风暴中心的张尧佐得知朝堂上那恐怖一幕，也吓得魂飞魄散。他慌忙连上奏表，主动辞去宣徽使等要职，只求保住一条老命。这场弹劾张尧佐的风暴，让包拯的铁面无私升华为连皇权都无法撼动的丰碑。仁宗擦去脸上唾沫后，不仅没有报复，反而陷入深邃思考。这位聪明帝王意识到，包拯这把刚硬利剑，若只放在言官位子上打嘴仗，是极大浪费。这把剑应该投入到帝国最浑浊的泥潭，直接斩断盘根错节的黑恶势力。嘉佑元年，仁宗下达轰动汴京的诏令，任命包拯为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开封府天子脚下，帝国首善之区，这里聚集百万臣民，更蛰伏着无数横行霸道的皇亲国戚、勋臣权贵。历代开封府尹大多在这张人情网里束手束脚，只能和稀泥度日。但现在那个刚在朝堂上把唾沫喷在皇帝脸上的包拯来了。传统戏曲里，包拯在开封府的形象是带着王朝马汉，用三口铜铡快意恩仇的判官。但如果翻开宋史，你会发现他真正让汴京百姓铭记千古的，不是几桩离奇杀人案，而是一场针对大宋基层司法系统的彻底重构。包拯上任前，大宋各地衙门有一条不成文的诉讼潜规则，叫排司制度。按旧规，百姓遭遇冤屈要告状，不允许直接上堂面对府尹，他们必须先把诉状交给守在衙门外的底层吏员，由这些吏员签字画押，再代为递交。这看似正规流程，实际操作中却成了吏员疯狂敛财的漏洞。没钱打点或状告权贵的百姓，诉状会被各种理由卡住，要么要求修改，要么石沉大海。有钱有势的人塞几锭银子，假供词就能畅通无阻送上公案。这套潜规则，民间叫大关节。他在衙门大门外筑起看不见的高墙，把无数底层百姓的冤屈死死挡在公堂之外，真正演绎了什么叫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包拯洞悉后，绝对规则再次爆发惊人破坏力。他没有抓几个小吏杀鸡儆猴，因为他知道只要规矩还在，抓几个还会下一批。他采取最简单却也最震撼的釜底抽薪之法。上任伊始，他下达死命令，彻底废除诉状，必须由吏员代替的旧制。然后他做出一个当时堪称离经叛道的举动，下令将开封府常年紧闭，只供官员进出的正门彻底向所有百姓敞开。宋史记载，开正门，使得至前臣屈直。从此，凡在汴京遭遇不平的百姓，不必再面对贪得无厌的吏员，他们可以直接昂首挺胸，从正门走进开封府，
来到包拯公堂前，当面陈述冤屈。这一举动像巨斧，直接劈碎盘踞基层司法系统100年的腐败锁链。那些靠吃原告吃被告而脑满肠肥的虚吏，瞬间失去所有寻租空间。他们看着公堂上那个面色冷峻的包大人，战战兢兢，再不敢有丝毫欺瞒和勒索。随着大门敞开，开封府公堂迎来前所未有的清明。汴京百姓惊喜发现，只要站着理，哪怕面对权势滔天的达官贵人，也能在包大人这里讨回公道。很快，街头巷尾开始流传充满敬畏与感激的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那些想靠钱财和关系打通关节的贪官污吏，在开封府绝对行不通，因为这里坐镇着一位像阴曹阎罗一样铁面无私的包青天。这首民谣是底层百姓对司法重构的最高赞誉，也是对特权阶层最响亮的嘲讽。但包拯在开封府的硬核操作远不止于此。解决诉讼渠道后，他又盯上隐患无穷的城市兰恩基。当时汴京城外有惠民河，这条河不仅是漕运要道，更是城市排涝核心水系。但包拯上任前，两岸许多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为贪图景致，公然违背朝廷禁令，在河道两岸甚至河道中央大肆修建私人花园和水上楼阁，庞大违建严重侵占河道，原本宽阔的水面变得狭窄拥堵。结果有一年汴京连日暴雨，惠民河水暴涨，因河道不通，泛滥河水倒灌进城，无数平民房屋被冲毁，灾民流离失所，整个汴京陷于汪洋。这绝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但包拯之前历任府尹面对违建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那些花园的主人不是位高权重宰相，就是皇室宗亲，谁也不敢动他们的奶酪。包拯接手后，面对依然拥堵的惠民河，毫不犹豫举起律法之剑。他带人亲自勘察沿岸，拿着朝廷最初的地契，一家一家核对，只要是侵占河道的违建，不管主人是谁，哪怕皇帝至亲，一律强行拆除，疏浚河道，恢复原状。这场拆违行动中，有个权贵自恃身份特殊，竟然伪造地契，企图证明花园合法，但他低估了包拯洞若观火的眼睛。包拯拿到地契，一眼识破破绽。他不仅下令立刻推平花园，还将伪造地契者直接拿办，当众弹劾。一连串雷厉风行的手段，彻底震慑了汴京特权阶层。那些想仗势与包拯掰手腕的皇亲国戚，看到连伪造地契的贵族都敢法办，全都收敛嚣张气焰，乖乖拆除违建，退还河道。惠民河患终于根治，汴京百姓再不用在暴雨之夜提心吊胆。包拯在开封府的短短1年多时间，用近乎偏执的绝对规则，将这座充满特权与腐败的都城梳理得井井有条，威严不可侵犯。他证明了一个道理：只要执法者有足够勇气和绝对的干净，就没有什么打不破的潜规则，没有什么拆不掉的特权花园。但包拯深知，开封府治安肃清，只是拔除帝国皮肤表面的脓包。大宋真正的危机深藏在千疮百孔、入不敷出的国家账本里。北宋中后期，因冗官、冗兵、冗费严重积弊，财政濒临崩溃。每年庞大军费和官员俸禄像永远填不满的黑洞，地方税收又被权贵偷漏截留，国库空虚到了极点。若不能从根本上重构经济秩序，哪怕有再多包青天，也无法挽救大宋衰亡命运。嘉佑4年，仁宗敏锐看到财政危机，再次想起那把能斩断一切利益纠葛的铁面利剑，一纸更沉重的诏书，将包拯从开封府公堂推向帝国最核心、最易沾染腥膻的财政枢纽。包拯升任三司使，
成为大宋帝国名正言顺的首席财务官。三司使总管盐铁、度支、户部三大财政机构，掌握整个国家的税收、铸币、专卖及庞大军费调拨。包拯到来之前，三司衙门里回荡的是算盘珠子拨动声，这里是天下金银汇聚之地，也是无数权贵巨贾输送利益的销金窟。北宋表面有《清明上河图》那般繁花似锦盛世，但只要翻开三司旧账本，就会发现国库早已是深不见底的黑洞。为填补窟窿，历任三司使最常用的办法是不断向底层百姓加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包拯坐在堆积如山的账册前，没有急着算国库还剩多少银两，他顺着复杂数字，用断案时那种极致逻辑，寻找国家财富流失的真正源头。很快，他在浩如烟海的赋税条目中揪出一个吸附在百姓身上疯狂吸血的制度漏洞。苛折，苛折是北宋地方官府征收赋税时玩弄的恶毒数字游戏。按朝廷规矩，百姓种什么交什么，产粮交粮，产丝麻交丝麻，但实际操作中，地方官吏为迎合上司或私自敛财，会强行改变纳税品种。比如一个只产小麦的村庄，官府收税偏偏不要小麦，下令必须上缴名贵丝绸，老百姓地里长不出丝绸，为完成税额，他们只能忍痛把辛辛苦苦种出的小麦以极低价格贱卖给商贾，再用换来的微薄铜钱高价向商贾买丝绸上缴官府。在这个低卖高买过程中，百姓一年血汗被彻底洗劫，甚至倾家荡产，而那些与官府勾结的商贾、制定折变政策的官员则躲在幕后瓜分巨大差价。包拯一眼看穿这套披着合法外衣的抢劫逻辑，他立刻上奏，请求罢除天下苛折。奏书中没有华丽辞藻，而是把掠夺机制扒了个底朝天。他要求朝廷明令彻底废除随意转换税收种类的恶政。他提出不容置疑的硬性规定，百姓土地出产什么，官府就必须按市价征什么，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强迫百姓缴纳根本不生产的物资。改革没有回旋余地，包拯挥舞三司使权力大刀，一刀切断无数地方官吏和奸商间最肥沃的利益输送链。靠苛折算得盆满钵满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包拯恨得咬牙切齿，但包拯不在乎毒咒，他的改革大刀紧接着又砍向更庞大的特权阶层。北宋为维持边境庞大禁军，每年需向民间采购海量军粮，称为和。和应本意是朝廷出钱，公平向百姓买粮，但实际操作中，拥有万顷良田的皇亲国戚和权臣家族，利用特权垄断和公配额，朝廷高价收粮时，他们强行把陈年旧粮以次充好，高价卖给国库。朝廷粮款不足，需强行压价摊派时，他们又利用关系，把低价卖粮苦差事全部转嫁给无权无势的自耕农。这种富者愈富的剥削，让军粮采购变成针对底层的洗劫。包拯执掌三司后，面对根深蒂固的特权垄断，展现令人战栗的强硬。他亲自下旨彻查全国和公安账目，重新制定苛刻采购标准。他严禁地方官员收粮时向贫苦百姓强行摊派。他更直接下令，任何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在向朝廷售粮时，必须与普通百姓遵守一样的价格和质量标准。若发现有人利用特权强买强卖，或把劣质粮食塞进国库，三司衙门直接上报，严惩不贷。这一举措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直接把手伸进大宋最高特权阶层的钱袋。许多权贵跑到仁宗面前哭诉，指责包拯办事太绝，不懂通融。但在冰冷而真实的账目面前，连皇帝也无法反驳包拯的绝对正确，因为包拯算得太清楚。他用最基础的算术、最严苛的律法
向皇帝证明一个简单道理：大宋国库空虚，不是老百姓交税太少，而是被特权阶层在半路上偷走太多。包拯在三司使任上，像一个没有感情的财富守门人，他用严苛规则堵住一个又一个财政漏洞，把原本流向权贵私囊的财富硬生生夺回来，重新注入帝国干瘪的血管。在那个贪腐横行、官官相护的年代，人们常认为绝对清廉、道德完美的人不可能管好天下财政，因为管钱需要与各种利益集团妥协，需要懂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但包拯用坚如磐石的理政逻辑粉碎了这种世俗偏见。他证明，在濒临崩溃的财政系统里，最需要的就是不讲人情的绝对规则。一文钱该是朝廷的，就是朝廷的；该是百姓的，就是百姓的。任何想浑水摸鱼的手，只要敢伸出来，包拯就毫不留情将其斩断。这位大宋财务重臣，在外朝如同战神，令贪官污吏闻风丧胆。他经手金银绢帛数以千万计，但这双手始终保持纯粹干净。然而当夜幕降临，这位在朝堂上威风凛凛的铁面老者褪去象征财政最高权力的紫袍，坐着普通旧轿回到府邸时，那双看透所有贪婪与伪善的眼睛没有丝毫放松。他比谁都清楚，官场诱惑无孔不入，自己在世时能用强悍意志抵挡糖衣炮弹，但100年之后，流淌包家血脉的子孙后代，真能抵挡权力和金钱侵蚀吗？为了让包家门风永远保持纯洁，为了彻底斩断子孙可能产生的贪念，包拯走进陈设简陋的书房，拿起刻刀，汴京城外的亘古正敲响大宋帝国繁华而深沉的夜色。这位执掌天下财富的三司使，没有在宣纸上留下温情家书，而是用近乎决绝的力道，在青石板上刻下37个字。这37个字，后来被原封不动记录在《宋史》中，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严苛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敕之后，不得葬于大臣之中；不从无志，非无子孙。这句话的意思直白得令人窒息。凡是包家后代子孙，只要出去做官，若有人敢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活着时永远不准踏进包家大门，死后也绝不准埋入包家祖坟。谁不遵守这个意志，谁就不再是包拯的子孙。刻完后，包拯命人将青石竖在堂屋东壁，让每一个进出厅堂的包氏子孙每天都能迎面撞上这道铁律。在今天看来，这或许只是一份态度严厉的遗嘱，但若了解北宋宗族文化，就会明白这条规矩有多残酷。中国古代农耕社会里，宗族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绝对根基。一个人在外面犯法被免官，只要宗族接纳，回老家依然有口饭吃，有避风港湾祖坟，则是古人精神世界最终极的归宿。不能葬入大坑，意味着死后不仅无法享受子孙香火祭祀，还会在宗谱上被彻底除名。在讲究认祖归宗的封建时代，这等于剥夺一个人作为家族成员的全部身心寄托，让他变成永远游荡、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这是一种比大宋律法杀头更恐怖的终极刑罚。包拯在用自己的骨肉亲情为子孙后代画下不可触碰的道德高压线。他对亲生骨肉下此狠手，是因为太清楚封建官场的腐蚀力。他看过太多满怀壮志的官员倒在金钱美色诱惑之下，见过太多清廉一生的名臣因子孙贪婪骄纵，导致家族身败名裂。包拯绝不允许自己用一生心血和得罪满朝权贵换来的清白门风毁在后代一丝贪念上。既然外部诱惑无法阻挡，那就用最无情的内部家规，在子孙脖子上套一根随时会收紧的绞索。但包拯立下家训，
绝不是约束后人的空头支票。他首先用近乎苦行僧的真实生活，为这37个字注入不可撼动的灵魂。作为大宋名列前茅的重臣，包拯俸禄极高，按宋代百官俸禄制度，像他这样的二品大员，每月有大量铜钱、绫罗、绢匹，还有朝廷分拨的职田。按理说，他完全有财力在汴京购置豪华宅院，过钟鸣鼎食、奴仆成群的生活。但《宋史》用一句精炼话记录他真实家庭面貌：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包拯在家穿的衣服依然是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只有上朝才换威严紫袍。家中家具摆设全是最普通的木质器皿，没有名贵红木雕花，没有金银镶嵌。一日三餐极少出现山珍海味，大多时候只是粗茶淡饭，与他在泸州做一介白丁时没有区别。这种状态在汴京声色犬马的权贵圈子里显得格格不入。有一次，一个在泸州沾亲带故的远房亲戚听说包拯在京城做了大官，便千里迢迢赶来投奔，想谋个发财差事。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社会，当朝大员给亲戚安排差事易如反掌，也是人之常情。但包拯见到这个亲戚后，不仅没安排官职，反而毫不留情训斥一顿。他甚至没留亲戚多住几日，直接命人拿了些返乡盘缠，强行遣送回泸州。这件事传开后，许多人都觉得包拯太过绝情，连起码宗族人情都不顾。但包拯根本不在乎世俗评价，他的目光始终死死盯着那条名为绝对干净的红线。他不允许任何人，哪怕是流着相同血液的至亲，打着他的旗号染指大宋公器。在包拯看来，清廉不是挂在嘴边标榜自己的口号，而是落实到穿衣吃饭、待人接物每一个细节里的严苛修行。只有自己做到一尘不染，才有资格站在公堂上审判贪官污吏。只有家人习惯粗茶淡饭，子孙才不会在金山银山前迷失方向。包家堂屋东壁那块青石，像一只冷酷而清醒的眼睛，日夜注视包家每个人，用最强硬姿态对抗封建时代错综复杂的人情网络。在包拯言传身教和石碑震慑下，包家子孙真的经受住历史考验。史书记载，包拯次子包寿为官清正廉洁，去世时人们清理遗物，发现随身行囊里除几件旧衣服、一些书籍文具外，竟然连一文多余的钱都没有。这种跨越代际的清廉传承，正是那道无情家训结出的最真实果实。包拯用一生，在泥沙俱下的大宋官场强行开辟出一方没有灰色地带的净土。他得罪无数权贵，挡了无数人财路，甚至因太过刚直而在朝堂上孤立无援。但他用这副瘦弱文人身体，硬生生扛起大宋王朝的司法尊严和财政命脉。那台只认规则不认人的理政机器，在汴京各个紧要岗位高速运转，从知开封府到升任三司使，再到后来被仁宗拔擢为枢密副使，进入帝国最高军事决策中枢。包拯每次升迁都伴随朝野巨大震动，伴随肩上越来越重的江山社稷。他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弓弦，没有一刻放松，没有一丝停歇。他把所有精力、智慧乃至生命，毫无保留投入那场似乎永远打不完的规则保卫战。但再坚硬的钢铁也抵不过岁月无情侵蚀，再纯粹的灵魂终究要面对凡人肉身的极限。常年高强度工作，与利益集团日复一日激烈交锋，早已暗中透支这位六旬老人的全部生命力。嘉佑7年5月的微风吹过汴京宣德门时，64岁的包拯正端坐枢密院，案头堆满西北边防和禁军调遣的绝密文书。作为枢密副使，他肩扛整个帝国100万大军的安危，
这位从天长县一路走到中书的铁面老臣，依然像不知疲倦的机器，用苛刻规则丈量每一份军政奏折。但大宋律法再严，也终究无法禁锢凡人肉身的生老病死。那场毫无征兆的疾病，如一阵狂风，猛烈击中这副看似坚不可摧的铁骨。《宋史扼要》记载突发变故：5月中，鲍得急，处理繁重军国机密时，包拯突感难以抵挡的眩晕，随即病倒任上。在缺乏现代医疗的封建时代，积劳成疾往往就是死神的敲门声。消息传出，汴京空气仿佛凝固。仁宗听到急奏，这位历经沧桑的帝王眼中流露难掩的惊愕与焦虑。大宋名臣辈出的嘉佑时代，朝堂不缺乏才华横溢的文豪，不缺乏运筹帷幄的宰执，但仁宗心里清楚，像包拯这样不结党、不营私，敢于用生命死守律法底线的孤臣，全天下找不出第二个。皇帝立刻下旨，派大内医术最高明的太医院士亲自从内纲挑选名贵药材，命心腹宦官火速赶往包府探视。封建时代，皇帝亲赐药物是极为罕见的殊荣，代表天子对重臣最深切的倚重。但这一次，大宋最顶级的医疗资源却未能从死神手中抢回这位铁面御史的生命。病情来得太急太凶险，包拯躺在简陋木榻上，仅仅苦苦支撑13天。这13天里，无数双眼睛紧盯着包府那扇紧闭大门。曾被他弹劾的贪官污吏在暗中长舒一口气，祈祷悬在头顶的利剑早日坠落。那些曾在开封府大门前讨回公道，在惠民河畔保住家园的平民百姓，则在自家神龛前为青天大老爷焚香祈福。但命运沙漏，终究在嘉佑7年5月24日漏尽最后一粒沙。64岁的包拯，在家人和老仆泣不成声中永远停止呼吸。他走得突然，没有留下冗长华丽的政治遗言，没有像其他权臣那样临终前上表为子孙讨要恩荫官职。病逝讣告送进大内时，仁宗正坐在福宁殿处理政务。史书记载，这位温和克制的仁君听到死讯，当即放下手中朱笔，沉默良久，黯然神伤，悲痛的连当天膳食都没进下。为表达哀悼，仁宗做出极高规格决定，为包拯辍朝一日，大宋帝国国家机器，为这位铁面老臣庄严停摆一整天。随后，皇帝亲下诏书，追赠礼部尚书，赐谥号孝肃。这2个字是朝廷礼官反复斟酌后，对包拯一生最精准的概括。孝是对他早年毅然辞官10年，在泸州孤坟旁结庐守丧的最高赞誉；肃则是对他一生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用绝对规则肃清大宋吏治的终极定论。但真正让大宋朝野深深震撼，甚至让满朝文武感到无地自容的，不是皇帝赐予的死后哀荣，而是清点遗物时看到的那令人战栗的一幕。包拯历任天长知县、端州知州、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他主政大宋最肥沃的燕产地，掌管天下财富最高中枢，位列2品大员。按常理，哪怕平时再清廉，一生积攒的合法俸禄和例行赏赐，也足以让包家成为一方巨富。但当清点人员推开包拯的私囊和行囊时，所有人都不可遏制地红了眼眶。堂堂大宋枢密副使，家里竟找不到一件像样金银玉器，没有成堆丝绸布匹，没有价值连城古玩字画，没有京城郊外田产地契，除了平时穿的洗净铅华的粗布衣服，几卷翻的破损的经史子集，整个府邸家徒四壁，甚至连一场符合2品大员身份的体面葬礼，包家都拿不出足够现银操办。宋史克制记录下这个令人窒息的真相。
依附器用饮食如布衣使，他虽位极人臣，但物质拥有量，比起当年在泸州做布衣使没有增加半点。这是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甚至违背人性的真实记录。他不仅端州绝宴，不仅在三司使任上不拿国家一分钱，他甚至把自己所有合法俸禄都拿去接济穷困潦倒的亲族故旧，或匿名捐给遭遇灾荒的底层百姓。他活着时像一团炽热狂暴的烈火，把全部精力燃烧在大宋公堂和律法之上，死时却像一阵清冷夜风，没有带走世间半点尘埃。当包拯家徒四壁的消息传遍汴京大街小巷，这座100万人口超级都城彻底沸腾，无数平民自发走上街头，没有官府指令，没有人组织动员，商贩放下手中买卖，屠户关上档口大门，整个汴京市集陷入长达数日的自发罢市，成千上万老百姓头裹白巾，扶老携幼，聚集在通往包府的街道两旁，哭泣声、哀嚎声汇聚成巨大悲伤洪流，在这座天子脚下的都城上空久久回荡。老百姓心里有一杆最清亮、最容不得揉沙子的秤。他们或许不懂朝堂复杂党争，不懂三司衙门繁琐赋税账目，但他们清清楚楚知道，那个敢于在开封府大开正门，让他们能直诉冤屈的青天大老爷不在了。那个敢于强拆权贵花园，保护他们免受水患的绝世好官倒下了。包拯猝然尝试，在大宋政坛留下永远无法填补的黑洞。被他压制得喘不过气来的贪官污吏，终于肆无忌惮，弹冠相庆。沉寂已久的官场潜规则，又如毒草在阴暗角落疯狂生长。大宋千疮百孔的律法系统失去最强硬防线。几个月后，包拯灵柩由长子护送，缓缓驶离汴京，踏上返回泸州归葬的水路。沿途州县出现中国封建历史上罕见一幕：汴河两岸站满自发送行的百姓，他们设下香案，摆上祭品，对远去的官船长跪不起。许多百姓沿着河岸哭喊，追随数十里不绝。但历史车轮永远有不可预知的转折。汴京百姓的眼泪并没有随灵柩离开而干涸，包拯肉身虽在嘉佑7年夏天失去生机，被家人护送回他曾守丧10年的土地，但他在世人心中种下的那颗名为绝对正义的种子，却在封建时代苦难土壤中开始疯狂野蛮生长。为什么老百姓要硬生生把一个长相白净的文臣涂抹成面如黑炭的凶悍模样？为什么要在额头上强行烙印一弯苍白月牙？如果翻开大宋及后世的史卷，去看看逐渐僵化衰亡的封建官场，就能找到心碎的答案。包拯死后，他立下的严苛规矩很快被庞大官僚机器碾碎。开封府正门虽还开着，权贵依然凭恩荫制度和盘根错节联姻，轻易逃避律法制裁。被强拆的违建，在随后岁月里又于惠民河畔悄无声息重建。底层百姓依然在沉重赋税、冗官盘剥和特权阴影下苟延残喘。老百姓在现实公堂上找不到公平，只能通过民间口口相传，重塑一个极度渴望的保护神。黑色，在中国传统色彩符号中，代表铁面无私，代表坚如磐石，更代表在任何强权和诱惑面前都没有人情世故的退让与妥协。老百姓剥夺了包拯原本儒雅面容，用最极端的黑色为他打造一副刀枪不入、不留灰色地带的钢铁面具，额头上那弯月牙，则是民间对黑暗现实最绝望的控诉，也是最卑微的期盼。既然人间太阳无法照亮每个冤屈角落，既然白天的王法可以被权贵用金钱和权力遮蔽，那么老百姓就赋予包拯黑夜事物的神力，让他带着那弯皎洁明月去照亮阴曹地府的无尽黑暗。
在真实正史中，大宋司法系统从来没有过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三口铜铡。根据宋刑统严格规定，即便包拯当年面对罪大恶极的贪官，也必须走完法定程序，不仅要上报大理寺和刑部复核，最终死刑勾决权也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封建礼法中还有一个顽固特权制度，叫八议。皇亲国戚、勋贵功臣犯了法，可通过八议特权用爵位官职抵消罪责，甚至获得法外施恩。对底层百姓来说，这是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司法鸿沟。但在包拯死后，尤其在社会阶层压迫更残酷的元代民间杂剧大爆发时，那些饱受欺凌的底层文人和百姓毫不吝啬把三口拥有先斩后奏特权的铜铡硬塞进包拯的开封府。这是因为老百姓太痛恨那个总有法外开恩、总有免死金牌的特权社会，他们对凌驾于律法之上的皇权干预深深绝望。于是幻想中，他们赋予包拯超越一切封建等级的终极武器——龙头铡，铡皇亲国戚；虎头铡，铡贪官污吏；狗头铡，铡地痞恶霸。在民间神话系统里，只要铡刀一落，不管你是驸马还是皇亲国丈，皇帝圣旨都救不了命。这三口虚构铜铡，其实是底层苍生对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一终极平等的最高呐喊。不仅是刑具虚构，包拯审判权限也被无限放大。他生前汴京百姓只是用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句民谣比喻阳间执法严厉，但他死后，人们开始在小说话本中真实描绘他白天在开封府审理阳间冤案，夜晚元神出窍，到阴曹地府审判那些逃脱人间律法制裁的恶鬼。这种跨越阴阳两界的审判权，折射出封建时代司法系统最令人无奈的悲哀。当阳间的法官可以被权贵收买，当证据可以被金钱伪造，当受害者活着时无论如何讨不回公道，绝望的老百姓只能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不可知的死后世界，寄托在阴曹地府无法逃避的因果报应上。包拯就这样从大宋体制内苦苦挣扎，用尽一生维护人间律法的血肉之躯，被千万百姓的眼泪和绝望强行推上神坛，化身为掌管生死簿的十殿阎罗。这尊神像被塑造得越高大，越法力无边，就越反衬出现实世界千疮百孔，越映照出普通百姓在庞大强权机器面前令人心碎的无力与悲凉。千百年来，神州每座包公祠里日夜升腾的香火，烧的从来不是愚昧迷信，而是中华民族对公平正义最原始、最执着的图腾崇拜。那些在神像前跪拜的百姓，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世上没有神仙，没有能在夜里下地府查生死簿的青天大老爷，但他们依然世世代代传唱包拯故事，把他的面具画得越来越黑，把他的铡刀磨得越来越亮。因为只要神像还高高立着，只要这出戏还在乡村戏台热热闹闹唱着，那些在黑暗中受尽委屈、无处诉苦的人，就还能在心里存一束永不熄灭的微光。他们就能相信，这世上总有一种力量，是金钱买不通、权力压不倒的。包拯的神话已成为中国人对抗世间一切不公的终极精神武器。宋史记载了一句当时汴京广为流传的谚语：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意思是开封百姓和官员把看到包拯露一丝笑容看得比黄河水变清还难。这句话后常用来夸赞包拯威严刚正，但若用体察人性的目光重新审视，会感到一种透彻心扉的悲凉。笑容是人类人情往来最基本的润滑剂，是一切妥协、亲近和结交的开端。在北宋那个讲究诗词唱和、流觞曲水的文人时代，士大夫们习惯在酒宴上抚掌大笑，
用和煦笑容拉近同僚关系，编织利益网络，但包拯却将面部肌肉彻底冻结。他用近乎自残的方式向整个官场传递冰冷信号：他不接受私下示好，不参与利益勾兑，他的世界没有交情，只有森严大宋律法。当一个人主动切断所有情感交流和社交润滑时，他面对的将是整个官僚阶层本能的排斥与敌意。包拯的孤独绝不仅仅是被他弹劾的贪官暗中咬牙切齿，他真正的悲哀在于，当他把规则标尺推向极致时，连同样心怀天下的正人君子也无法理解他的冷酷。嘉佑年间，大宋朝堂爆发一场极具戏剧性，也最刺痛包拯内心的弹劾风波。当时，三司使职位出现空缺，此前担任者张方平因利用职权在京城低价购买豪宅，被包拯弹劾免职，接替者是名臣宋祁。但宋祁生性奢华，在成都任职时夜夜笙歌，包拯没有手软，再次上奏弹劾罢免。连续2位三司使因包拯铁面无私落马，国库中枢群龙无首，仁宗权衡再三，决定将最需要干净双手的职位交给包拯本人。这本是正常人事任命，但在讲究人情世故的朝臣眼里，却成了精心策划的阴谋。就在包拯准备赴任时，一篇措辞犀利的奏书递到仁宗御案，上折者并非贪官奸佞，而是当时文坛绝对领袖，公认清流名臣欧阳修。欧阳修在奏折里用了一个极具杀伤力的典故形容包拯升迁：欺田夺牛。这个典故讲的是，有人的牛踩踏了你的田地，你为惩罚他，竟然直接把牛抢归己有。欧阳修毫不客气指责包拯：你连续弹劾2任三司使，表面大公无私，目的却是自己坐上这位高权重的位子。这就像借别人犯错的机会，光明正大抢夺官职。你这样做，怎能让天下百官心服？怎能洗清内心深处的贪婪私欲？被贪官辱骂，对包拯或许是勋章般的荣耀，但被欧阳修这样名满天下、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当众指着鼻子痛骂伪善，对视名节如生命的包拯来说，无疑是直插心脏的尖刀。这真实暴露出，在一个习惯互相妥协、讲究做事留一线的社会环境里，包拯只看对错，不讲人情的绝对规则，多么格格不入，多么容易招致常人误解非议。面对劈头盖脸的道德指控，包拯没有在朝堂激烈辩论，他没有解释自己从未贪恋三司使权力，没有诉说为大宋财政日夜操劳的苦心，因为他知道，当整个官场思维逻辑都建立在对人情和利益的揣测上时，任何解释都会被视为心虚掩饰。包拯做出一个孤绝举动，他默默退出朝堂，回到陈设简陋府邸，闭门不出。他坚决拒绝接受三司使任命，以此向天下证明那颗毫无私心的磊落之心。整整数月，这位曾舌战群臣、唾面皇帝的铁血御史孤零零把自己关在书房，面对冰冷墙壁，独自咀嚼那份连同道中人都无法理解的极致孤独。直到仁宗实在无法看国家财政继续糜烂，一再下严厉圣旨，强制命令他必须出山，包拯才打破沉默，重新穿上紫袍，步履沉重走进三司衙门。这就是做包青天的代价，你不仅要面对黑暗势力明枪暗箭，还要时刻承受来自光明阵营的猜忌与误伤。你必须随时准备好，为捍卫心底那条底线，面对整个世界的背离与孤立。在宋史字里行间，几乎找不到包拯闲暇时与人饮酒作诗、泛舟西湖的记载。大宋朝堂有那么多才华横溢词人、流芳百世文豪，但包拯生命中没有晏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闲愁，没有苏轼大江东去的豪迈，他
他的世界狭窄，窄到只容得下送行筒冰冷条文，只容得下对天下苍生沉甸甸的责任。他把自己活成一座拔地而起的孤峰，四周都是深不见底悬崖，没有飞鸟停留，没有藤蔓攀附。他用放弃一切私人情感、一切世俗享乐的巨大牺牲，在孤峰顶端为大宋点燃一盏照亮司法黑暗的长明灯。当我们今天在戏曲舞台看到黑脸包公在喝彩声中将贪官推上虎头铡时，往往只看到正义伸张的快意，却忽略了那张黑色面具背后藏着怎样一颗因长久不被理解而疲惫不堪的心，忽略了他在无数深夜里独自面对堆积如山卷宗，面对空无一人的厅堂时那种透彻骨髓的苍凉。绝对清廉从来不是轻飘飘道德口号，它是一场残酷的剥夺普通人一切世俗乐趣的苦行僧式修行。包拯用64年生命把这场修行走到了极致，走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巅。他也用并不魁梧的白面书生之躯，向千秋万代证明一个震撼真理：在这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比金钱、比权力，甚至比生命更珍贵。那就是一个人在面对整个世界浑浊时，依然死死守住的那条名为底线的精神防线。只要这条防线不破，哪怕深陷泥沼，哪怕举世皆敌，灵魂依然拥有平视帝王、傲视权贵的无上尊严。时间长河静静流淌近千年，大宋繁华汴京早已在金人铁蹄和黄河泥沙下化为尘土。仁宗的仁慈，欧阳修的文章，王奎的残暴，张贵妃的娇嗔，所有恩怨情仇、功名利禄都已被历史风雨冲刷干净。唯有那个在泸州城外长眠的老人，那个一生没笑过几次的铁面御史，依然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用最朴素香火和虔诚愿力高高供奉在精神庙堂之上。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宋代官员，他已化为我们这个民族基因里对公平与正义最深刻的执念。当今晚夜风轻轻吹过窗棂，带来一丝初秋凉意时，关于包青天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画上句号了。我们深夜里重新打捞这段沉重悲壮的历史，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像包拯那样过断绝一切人情世故、近乎苦行僧的绝缘生活。在复杂交际和利益羁绊的世界里，要生存，要发展，不可避免要面对各种妥协与退让。但包拯的故事像悬在头顶的一面明镜，它时刻提醒我们，无论世界变得多么功利，无论生活里遭遇多少委屈不公，内心深处都应该为自己保留一块像包拯那般坚硬如铁的底线。面对触及原则的选择时，面对试图用利益吞噬灵魂的诱惑时，我们或许可以试着像那个1000年前在汴京城独自关上大门的白面书生一样，拥有一次对世界大声说不的勇气。哪怕这种坚持会让你在短时间内感到孤独、不被理解，但当你回首往事时，一定会因为守住内心那份干净而感到无比坦然与平静。这世间的路有千万条，但最让人心安的那一条，一定是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感谢你在这个漫长夜里，陪我一起走过包拯那充满刚烈与孤独的一生。放下白天疲惫与防备吧，让纷纷扰扰的琐事都随历史尘埃沉淀下去。愿你在今夜梦里能看到泸州那片清澈明净的星空，看到那个脱下官服的白面书生终于卸下肩上江山社稷，在自家庭院里对着皎洁明月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比黄河水还要清澈的微笑。夜深了，愿你坚守底线，也能被这世界温柔以待。晚安，好梦。